开始今天的节目，有请1号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24位女嘉宾好，3位老师好。我叫饶道伟，来自北京，今年27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另一半可以时不时的跟我切磋一下。切磋啥呀？因为我是从小练武术嘛。哦。传统武术里边，大家可能会觉得切磋是彼此一起进行技法的交易。但其实我是希望，就是大家彼此在感情的基础之上，可以进行一些切磋，因为这方面的切磋就是彼此对大家更好，对对方更好。如果我跟你说，我们台上24个女生里边有一个国家柔道队的运动员，你要收回刚才的话吗？前面来几个练武的跟他切磋，还在 ICU 里边。来，那个杨怡娜发表一下获奖感言。就是我是练跆拳道的，然后是国家一级的运动员。因为我比较喜欢练体育，还有就是运动员这类的男生。就是咱们要是切磋的话，是真的那种切磋吗？不会。我都不敢往下听。咱们可以下台之后切磋一下。好，谢谢。恐慌。这个地方是个相亲的舞台，也不是不能切磋。你们俩往上切磋，门口肯定要拉个横幅，叫比武招亲。打赢的就把那个就带走了。要不你先来一段给我们看一看。好，可以。这哥们儿随和。啊。哇，好厉害！杨以娜，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挺好的，但是我觉得他打不过我。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不会，我觉得很可爱。你真的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因为你确实打不过他。第二个问题是，我不希望另一半在跟我说话的时候突然说“滚”。你被这句话惊吓过吗？是。所以被这句话惊吓了，就去练武。这两个问题是有逻辑关系的，知道吗？其实是这个样子，因为小时候嘛，我的父亲对我非常严厉，我可能不小心走路的时候摔了一跤，他就会骂我，说你真没用啊，走个路走倒了，站起来，就会这样跟我说话，然后我就会有心理阴影。长大以后，可能我学武术以后，找回到自己的自信以后，当再面对到有一种对方很强势、很强压的去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就会有那种应激的反应。2号。男嘉宾啊，我问一下，如果你的女朋友性子很急，就是也很强势，你跟她有矛盾了，你该怎么化解？其实我的性格比较柔，我妈说我是长得男孩，但是是女生的命，就是其实我比较爱唠叨，因为我妈从小对我的教育就是凡事要忍，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所以导致我现在跟女朋友有冲突的时候，我都会说，我说你别着急，你慢慢说。就是我还是会慢慢的静下心来，把这件事情分析清楚，然后什么样的道理可能会跟他讲很多。如果他不想听你讲道理呢，他就是想跟你闹。其实之前也有，就还是会坚持跟他讲道理，但现在懂了以后，我会觉得等气消了咱们再说。好吧。2号。1号男嘉宾，是不是你偏喜欢温柔一点的女生？说话也好啊，性格也好。
其实是有一点喜欢比较温柔，就是讲道理就好，就蛮不讲理可能就会比较累。对对。看第一条片子。是你的拳快还是我枪快？7步以外枪快，7步以内拳快。身起势，拳磅礴，拳我合一，一切武道皆是我道。我是饶道伟。起初学习武术，父母是不同意的，自己就偷偷买了一条武术裤，跟着成龙、李连杰的电影自学，边唱电影主题曲边学招式，直到自己偷练把盆骨摔裂，父母才意识到我是真正的喜欢武术。第一个师傅给了我一本书让我自己去练，结果他教我的东西还不一样。遇到真正的好师傅，考验了我1年才正式收我为徒。现在我是国家武术2级运动员。如果我说我现在不学武术的话，成为一个专业的歌手了。习武之人讲究耳听六路，眼观八方。我可以说是人形危险鉴别雷达，无论在哪里，我都会像雷达一样先扫描，确认有没有安全隐患。身边如果有人突然出现，我也会一直盯着他，鉴别是好人还是坏人。有预判性，反应快，经常接住朋友要掉的手机，甚至还救下朋友的性命。都说习武之人人狠话不多，我却喜欢以理服人。朋友开玩笑不注意场合，我会私下把他拉到一旁的小黑屋里讲道理。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朋友们一般都会听进去的。我很注重保养自己的身体，以前还严格按照内脏排毒法，早上5点上厕所排毒，6点练习5禽戏，按照时辰喝水休息。虽然后来发现是伪科学，但是好习惯还是坚持了下来，并且呢，我也会按照每年的24个节气去保养自己的身体。像白露呢，就是属于不太适合穿凉鞋。我希望家人跟女朋友也能这样，健康生活，坚持爱好，这就是我的道。分享一下你们现在都在通过什么方式养生啊？孙雪。那个我对养生真的是太有发言权了，就是它有好几种方式啊，一种是饮食的食补，它会根据不同的颜色补的是你五脏六腑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吃黄色的食物是养脾胃的，吃红色养心，吃绿色养肝，吃黑色的养肾，吃白色的养肺。那吃 豆是养彩虹色，养多彩人生。对。以上发言代表嘉宾本人言论啊。杨颖娜。哎，您好，男嘉宾，我想问一下，您现在做什么职业的呀？我现在是健身教练。哦，就是您 V4还有说，您要是没有练武术，就是可能会成为一个歌手，那您肯定唱歌方面唱得很好，要不要给我们现场唱一个？来，那我唱一首啊，这首歌叫《我可以》。我可以。没有地址的信，这样的神奇，有种距离。幸福它真的不容易，在你的背脊有我爱你，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不用再多说明，我就要和你在一起。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是因为你。
有点紧张，有点不是很好。能文能武，你看打又能打，唱又能唱。对呀。你还有没有什么让你再来一段？跳个舞。那我可能跳的不是很好，但是会跳一点。哎，中国五武不分家的。 freestyle。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I'm gonna touch if you want, give me love if you have. No more time, let me have it. Right now I'm hungry. It's a teach me, baby, please. 哇！男嘉宾真的从头到尾都在微笑，哎。是。 3号。大家好，我叫阮萌静，我来自浙江绍兴，目前生活于杭州。男嘉宾，我想咨询你一下，就是我抵抗力比较差，然后我肺活量也不太好，然后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建议？我们一开始可以进行一些强度比较低的一些力量的训练，你的心率会越来越高一点。就，我刚刚有点累，就是你的，我都喘不上气儿了。缓一下，我要配合他的呼吸。你缓一缓，你缓一缓。有点紧张，我先跟你说，你这个事儿吧，你咨询吧，我推荐你咨询8号孙大夫，他有一套的东西教你看。你缓好了吗？好了。我继续说哈。就是我也学过那个搏击，所以我可以给你拿那个把，然后配合让你慢慢的去练。啊，那如果我学会了搏击，就是你用道理来说服我的时候，我想揍你怎么办？你揍吧，没事。我再跟你说，你再缓一缓。关于这个问题啊，你跟孙大夫学完了，你去找那个15号杨大夫，那杨大夫会教你搏击。好，看下一条。从小记事以来，母亲总是对我说：“再忍忍，鞋子不合脚，再忍忍，忍到脚趾都变了形，疼痛成了常态，忍耐也就成了习惯。”感情里，忍字也在我心里根深蒂固。第一段恋情的女生是我的学妹，因为从小都是跟一群男人学武术，恋爱了我就想着怎么加倍对她好，但她很爱哭。不小心崴了脚，怎么吼都无济于事，吓得我差点叫了救护车。他在说没事，哭只是发泄情绪。感觉我再多哄一会儿的话，他的伤口都快愈合了都，特别无奈，特别无语。他还会疯狂发消息给我，说家里遭贼了。我急得直接扔下工作回来找他，打开门却发现家里好好的，问他话也只是哭着说我不关心他。为了让他开心，我会给他准备晚餐，还会嫌味道淡了，自个儿还委屈哭了。安安静静的站在旁边，等他哭没劲了，我们的感情也就淡了。第二段是和一个比我大2岁的女生，当时我就是奔着结婚去的，把工资的80%都给她，还把车卖了，把钱都给她花。但我们经常会因为小事吵架，如果其实不是我的坚持的话，就是我们可能连1个月也撑不到。为了维系这段感情，我放弃一切去到她的城市，我举目无亲，她也毫不关心我。有一次吵架后，他撂下狠话：“你别指望我来找你。”整整1夜，我怀着期待在原地等他，但他真的再也没有回来。在我忍耐下，撑了4年，但到最后，忍好像什么都搂不住。大年初1的那一天，收到的就是他给我的一个分手短信。不被珍惜的，就没有必要苦苦忍耐。就像当初那双让我受伤的鞋子，如果一开始就脱掉，也不会让我痛那么久。希望未来的感情可以遇到彼此珍惜的人，在舒服的感觉里成为更好的自己。日贝贝，男嘉宾你好，我看你跟第一个女朋友就是特别喜欢哭，她是什么性格的老哭？她矫情吗？是啥事儿都矫情？他就是挨不了痛，就是可能不小心碰了一下，或者是不小心磕了一下，就会哭得特别夸张。
我一般不会哭，我很少哭，我就会觉得他崴个脚然后哭一下，我可能腿断了我都不会滴一滴眼泪的那种。我还是很坚强的。我就考虑一下，来，我们问一下台上比较爱哭的女生举手看一看。好，那边有几个哭包子。你更倾向于哪一种？就是你要选择女朋友的话，我觉得其实女朋友是互相理解对方就好，就不要像那个第一段就是哭得特别夸张就可以。能哭成什么夸张的样子？眼泪往外飙的那种啊！就是埋着头哭，他也不理你。他能哭多久？这样埋着哭？很久，就哭了得有半个小时。他最后其实告诉我的是，他只是想宣泄一下情绪。他的这个哭更多是生理性的，不是情绪性。7号，男嘉宾你好，就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的前女友那么爱哭的原因，就是没有被你理解，所以才哭？是，有时候确实是没有办法，就是很多的时候非常细微的照顾到对方的感受，尽量就是多沟通嘛。就有时候我跟他沟通的时候，他不讲话，就你只能猜，你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来，我想问一下，你们怎么能够快速的止哭？12号，当然是男朋友过来抱着我，过来抱着你就好了。来，6号，我觉得吃甜的东西会让人更开心一点。立刻堵住嘴，一看甜的东西就好。对对对，就感觉会稍微幸福一点。这就是一个小妹妹哭的时候，她的小哥哥采用的办法，把她嘴捂上。就是我的2个小孩，就是黄老师的。对，我小时候你看妹妹在哭，然后哥哥你看他在这样弄他，然后我女儿哭得更惨了。长大以后，她想起来说：“妈妈，这是我的童年创伤，就是我哭的时候没有人理解我，你们还要笑话我。”所以，就是女生有些时候哭的时候，真的会有这种感觉，说你们不懂我呀，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够理解我一下？刚才那个王欣说到，我哭我就希望他理解我，可是呢，我觉得天上没有一个人说他就是要来拯救你的，他凭什么？他那么累，所以我觉得是人呢，不能靠别人来救你，要先自救。你发一个自救的信号给对方，那对方就觉得太好了，那我就1、2、3，也许我们2个都会开心起来。16号。男嘉宾你好，就我刚刚了解下来，我发现你的脾气特别的好。你生气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就是谈恋爱之中，我还真的没有生气过。就是我记得有一件事情印象非常深刻。我有一次上班，他发信息给我，他让我赶紧回来，然后我说我真的回不去，然后我就把电话给了领导，我说领导，那个我女朋友现在闹情绪了，我说我哄不好。你跟他说一下，我说你是真的不能放我回去。然后领导接了电话以后，领导跟他说，他现在在上班，他不能回去。然后电话那边就说你把电话给饶道伟。然后他把电话给我以后，我电话接通，他就说饶道伟，你真可以。然后我电话挂了。然后我下班回去以后，我就发现我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被他砸完了。他把你的家砸了。对。但是那个情况就是我感觉到更多的是绝望，我也没有生气，就默默的把东西都收完，然后继续哄他，我说你是不是不开心？所以其实我不太生气的，其实没有说让我忍受不了的事情。就还是那个女生主动提了分手。她提的分手，因为我实在是觉得。就是说，如果这姑娘不提，发生什么事她都不会分的，是这意思吗？怎么回事？18号。我觉得你真的很善良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你不应该让善良成为别人去伤害你的一个武器，因为他伤害你可能你不在意，但是爱你的人会在意。我以前也是，我就觉得怎么样别人好就行，我可以忍着。但是因为我的家人因为这件事他们很难受，所以我从那之后我就觉得我不能再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自己忍着了。
所以我希望你在以后这种事情上也能多为自己着想，因为不仅是为了你自己好，也是为了爱你的人，他们能够看到你这样更幸福。是的，谢谢。如果时至今日那一幕再发生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就是好聚好散，就咱也不要说去强扭这个瓜了，就意义可能不大。飞雪，男嘉宾你好，是这样，就是因为你最开始的第一个问题是想要那种切磋，但是我听得出来你是这种感情中的这种交流，但是我不懂为什么到了你跟你那个女朋友会变成说你一直在疼别人，你不知道心疼你自己呢？对呀。因为这里边其实大家可能不了解这个女孩的性格，她本身就是独生子女，可能她自己的性格就会比较焦躁一些。她是一个独生子女，她性格比较焦躁，所以就成为了跟男朋友不愉快的时候可以把家砸的理由。你觉得这个成立不成立？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她其实对我也有很好的东西在，但是她就是这方面。为什么会吵架嘛？就是很多小问题都会吵起来。女生砸的时候也很痛苦，对，因为很明显，她刚才提到的这位前女友高度依赖、高度敏感性的人格，而且对她的是有控制欲的。其实暴力本身也是控制的一种践行方式，所以女生的那个诉求就是彻底的懂，甚至比她自己还要懂的那个程度。所以女生不知道该怎么去要到那个懂。我就只能控制你，然后愤怒的去逼你，结果越逼越远。最后一个问题，2号。男嘉宾，我问一下，那你是喜欢那种跟你对着干，然后脾气有点暴躁的女孩子吗？就是你觉得这样生活才有乐趣？不会，我还是比较喜欢大家心平气和的去讲事情，然后好好过生活嘛，还是。那你的心仪的另一半，你会是倾向于什么样的呢？就是如果像我这样性格的，你会觉得？我会很喜欢。我喜欢性格很温柔的。对。你怎么看出来我是比较温柔的呢？就是和他的前女友比起来，全世界都是温柔的。现在留灯的是2号、7号，来，有请2号、7号。看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3号。梁大伟的直推女生是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梁大伟的直推女生是3号陈胜男。男生性格阳光温和，做事有原则，喜欢提前规划，对待感情认真，很重视感觉，期待相互默契，懂对方想法的另一半。而女生的性格知书达理，温柔随和，喜欢学习和思考，感情里面有一点慢热和被动，非常重感情。两个人对生活都很有规划，三观也默契，在一起会很有默契。来看3个女生的基本资料：王心1，生活中的小浪漫；2，百变的我；3，被嫌弃的爱好。你选一个。百变的我。2，性格多变，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天气，心情都会有变化。希望你喜欢多变的我。陈胜男，仙女也爱去搓澡，极致断舍离，这样的我你喜欢吗？3，看条短片。你不知道的我，大家好，我是陈胜男，第69届世界小姐中国区季军，第7届中国瓦萨冰雪天使评选总冠军。
我曾代表中国赴多国参加官方系列交流活动，宣传展示中国之美。我平时喜欢看书、写字、骑马、旅行。我喜欢感受大自然的奇伟瑰丽，一个人去领略不同的风景。我也喜欢烹饪，尤其喜欢做饺子。喜欢唱歌，闲暇时喜欢弹弹尤克里里。这样的我，你会喜欢吗？薛继伟1，时尚达人2，树洞体质3，带着工作去旅行。1，时尚达人。喜欢美妆、买服饰和穿搭，尤其喜欢囤衣服。当季要穿的衣服可以30天不重样，每天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心情都会好起来。最后一个问题问3个女生。就是如果咱们在一起的话，你会对我说的最多的话是什么？过来。7号。能不能带我一起怎么样？能不能帮我一起怎么样？我其实平时还比较安静，如果要是说话的，可能多的是彼此的问题吧，有什么工作上有什么烦心的事儿啊，或者是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啊，这样。我会说，你可以一起带我去健身吗？带我去唱歌，就是你走过的地方，能带我走一遍吗？就希望跟你有更多生活上面的交集和沟通。我们可以创造更多属于我们俩共同的回忆。看看人家。只要做最后的决定，选择13号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想清楚，你的决定是。2号。直接过去，直接过去。2号。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不用再多说明，我就要和你在一起。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有请下一位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ean Roxa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xa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xa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3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好。我叫曲兆义，来自辽宁大连，今年30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对方能跟我坐一趟这个有轨电车。大连这个有轨电车呢，因为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可以说是看着我长大的。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流失吧，小时候玩的地方也都没了，完就剩这个有轨电车了。然后让对方也是了解一下我的小时候的经历嘛。哦，这是大连那个，对，好多年前我去看到过这个。201路，它是大连现在是最老的一款电车了，就感觉它像一个时光列车一样，一坐上它我就感觉能回到这个小时候的感觉。12号。你好，男嘉宾，我也有个想法，就是跟男朋友一起去上海，然后坐上海的那个双层巴士去看一看他那边的风景。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有轨电车，如果有机会可以去你的那个城市去尝试一下。好的。23号。看到这个有轨电车，我觉得非常的好看。就是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就是女生到这边，她肯定会特别想拍照。就是你的拍照技术怎么样呢？我拍照技术还可以吧。之前帮你的女性朋友呀或者朋友拍过照吗？拍过。就是他们的评价怎么样呢？反正都删了吧，我估计。谢谢。
女人和男人评价一张照片好看不好看，是完全2套体系。女生评价一张照片好看不好看，就3个指标：我美不美，我美不美和我美不美。男人评价一张照片，他有好多构图啊、颜色啊、光线啊等等等等等等。女生就是只要我美，其他的都不重要。记住这个，基本上不会错。来，第2个问题。我不希望对方在我这个刚起床的时候跟我絮叨，因为我可能是算是有点起床气吧。一起床的时候就是脑子是迷迷糊糊的，你跟我说啥完，我也是真听不进去，我还觉得特别的烦。我这个状态持续到吃完饭之后，你给我说啥都行。哦，6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想知道你起床大概是什么时候啊？像我的话就是起床也比较晚，你是几点的？我下午1点钟左右，应该不会跟你絮叨吧？可以，我能絮到你，我就。4号。哎，你好，男嘉宾，那个我想问一下，如果说跟你絮叨之后，你是什么表现呢？表现的话，就是可能会烦躁，就是你这讲我也听不进去，但我也不会去说什么，因为整个就是宕机状态嘛，就这样的，就是自己不爽而已。周灵儿。那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如果说你在睡觉，可能是个休息天，然后女朋友有工作，然后她出门之后可能有什么东西忘记拿了，打电话叫你帮忙送一下什么的，你会就是电话里就支支吾吾说知道了，然后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吗？可能会，我会醒过来以后完，我再吃完早饭，可能会缓过劲儿来了，我会打个电话问问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了，因为你那时候叫我有可能说的是梦话。本来我以为就是一点生活小习惯，给他越讲越严重了。来看第1条片子。大家好，我是赵赵，这是我的坐骑毛驴翼仔。多损啊！你礼貌吗？今天呢，要介绍一位幸运值 MAX 的小伙儿。此话怎讲？努力了4次，终于幸运的来到飞城的舞台。走你！我是一个总被幸运眷顾的人，做梦梦到彩票，醒来之后买了一张，直接中奖。16年，因为着急用钱，提前平了仓，却意外的躲过了股票的大跌。我真幸运呢！运气只是实力的一部分。那时我是金融公司的高级交易员，为了时刻掌握国内外股市的动态，我每天凌晨2点纵横全球股市。太厉害了！早上9点驰骋 A 股、港股。这么拼，难道从来不休息吗？当然休息，它有自己独特的解压方式。为了释放压力，我会去唱歌、游泳。毕竟我是 AKA 浪里小白条。这个称呼一看就很解压。那这小伙从小就这么幸运吗？那可不，小时候我被我妈粗心的弄丢过，很幸运的被邻居发现并送回了家。从那以后，我深知千好万好不如家好，所有活动范围都以家为圆心，就连上大学都是走读。外面的世界它不香吗？对他来说确实不香，现在连工作都可以在家完成，简直爱家爱到了极致。现在我辞掉了交易员的工作，很幸运的在而立之年做上了我觉得最合适的工作。赵赵和意义其实是我配音的2个角色。大家好，大家晚上好。每个女生都应该有一个公主梦。我的声音可以从少年到老年随意切换，我可以用不重样的声线守护你五彩缤纷的童话。声音好听，确实很多女生会喜欢的。汤宇。男嘉宾好，我想听一下你用不同的声线给女嘉宾们表白，可以吗？安排。从直贝贝开始。他这个风格正好，我可以用一个古装的一个方式，就过来一下。我弄了一个面具啊，因为我这个人长得吧不太古风啊。把脸挡上就好多了。姑娘才貌出众，
不知小生可否有幸求教姑娘芳名？你不用说话。原来是贝贝姑娘，小生这厢有礼了。不知姑娘来这飞城灯会，是否也是为了寻一青年才子，喜结良缘？小生听闻坊间传说，若是能在这万盏灯中看到那盏孟非灯，便是那有缘之人。姑娘快看，那盏孟非灯正在闪闪发亮。确实在发亮。接下来呢，就是想来一段这个，因为我是大连人嘛，我来一段大连话配。那这么在场的女嘉宾有没有大连的？4号，4号。哎，小姑娘，我刚搁那边看你半天了，你来大连不带点海物吗？带什么？你想带什么？海带子有吗？有，小瘦，你等。光你别看哥年轻，哥是老碰孩了啊！我给你弄点。多弄点啊！哎呀妈，够了，你造吧，你造不造了，我再给你弄。脱。哥厉不厉害？厉害。这都不算什么。那个什么，小姑娘，哥看你挺带气的啊，要不咱加个微信啊？你们刚才说的是大连话啊？我80%是听不懂的。哎，我怎么都听懂了？那个逮是抓的意思是吗？还是捞？逮是吃的意思。吃的意思。是哦。他说怕把他吃穷了，逮破产了。他说我特别能逮，就是我特别能吃。对。哦。待会儿走了以后，你们俩留下来把字幕写上去啊。1号。男嘉宾您好，我是1号丹丹，我想请问一下。听说你好像很喜欢你的家庭，那么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妈宝男呢？这个还真不是。那你是喜欢分开住还是一起住？我都行。好的。家关键是有家的感觉，是吧？就是恋家。你不好奇他的那个声音表现力相当优秀？有没有感觉遇到同行的感觉？有，很有压力。李，男嘉宾你好，我想请问您为什么这么执着于来上《非诚勿扰》呢？就是第一次呢，然后就是也是跟导演组这么沟通好了，准备过来的时候，然后这个家里不幸发生点事儿，家里有人去世了。当时就是一直就忙活的没有时间过来，然后第2次呢就是疫情爆发了，第3次是什么呢？就是自己做了一个小手术，但是我个人就是非常相信吧，好事多磨，事不过3，我觉得我今天一定会牵手成功。真的呀？你这一说，陡然让我的压力增高。他说我相信我一定能，这时我一下觉得就慌了，我有点。是贝贝。男嘉宾你好，你父母曾给你弄丢过一回，是怎么回事？这么不靠谱吗？不是不靠谱，其实也是怨我自己。那时候小，当时妈妈领我去姥姥家玩嘛，她领不住，我就先跑到车站等我妈，结果我妈没来，车先来了。后面那一成年人就一下就把我拎上车了，他以为我上不去，我就隔着玻璃看我妈已经到了，我就拍着玻璃我说妈，我在这儿呢。我妈左右看没看着我。后来是邻居看着了，把我带回家。当时给我好顿揍，你看我妈。你会不会只要不在大连，在任何地方你都有那种不适的感觉？会，对吧？因为开始去的北京嘛，北京就开始干燥，去的时候就流鼻血了。不，北京还有那个地特别板，它板脚心。大连人这边脚它都是勾着的。北京的地平，它也不是。喜欢山路。那你去重庆啊？对，重庆都是爬坡上坎的。没有，还没去过，希望有机会能去。你去，他可能是嫌那个路又太陡了。那南方呢？比如说南方去了广东当时太湿润，老流鼻涕也不行。我一落地方就是遇到台风了，我当时就看见栏杆被风卷着追着我跑。
然后就是感觉千好万好还是不如家好。就是去到任何一个城市吧，我都会可能不会待到7天以上，7天之内必回大连，必回家。那也就是说，你结婚肯定就是永远生活在大连，对吧？定居在大连。嗯，异地恋是不会考虑了。异地恋不会。你就只能娶她了。其实我现在也不在大连，我在北京。哎，我开个玩笑，哎，你们冷静点啊，你们冷静点。哎，那同是大连人，就是你还去国外留学哈？你离开大连有不适吗？那倒没有。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去探索不同的地方，因为我觉得每个城市有它不同的那个特点。就探索的话还是蛮有趣的。当然，我也非常爱我自己的家乡大连，因为这个气候呀、海鲜呀，对吧？而且大连人民又非常的热情友好。看到我们这个男嘉宾，大家就可以看到，欢迎大家到大连来玩。唐蕊，你会觉得离开重庆就特别会有不适的感觉吗？我还是比较喜欢出去玩的，但是的话，我还是会想留在重庆。因为就是第一个，我是一定要吃火锅，我一个星期要起码吃4次火锅。哦。然后我也特别喜欢在重庆开车的感觉，感觉就像在开 QQ 飞车。我觉得重庆人离不开重庆最关键的因素味觉，他的味觉系统适应别的地方太难了。对对。它是全方位的，它是全方位的。看下一条。我与爱情的相遇是晴天，是微风，是心动。它小鸟依人，可爱甜美的气质瞬间吸引了我。在一起后，因为它的瞳色比较浅，我喜欢盯着对它说：“你眼睛真好看。”假的嘞。后来放假，短暂异地，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这不就是女友的声音吗？你眼睛真漂亮。电话那边回答了一句：“谢谢。”有诈。能不能借我5万块钱了？就是因为这个带口音的小暗号，让我躲过一次电信诈骗。后来我就时常模仿他的口音，为此他还和我赌气。但因为在一起久了，我完全可以预判他的动作和语言。哟，还生气呢？我没生气，我错了，你没错，宝宝。谁是你宝宝？我们去吃烧烤啊！不吃。吃烧烤不？看你像烧烤，看你像烧烤，服不服？心服口服。可是毕业以后，爱情鸟飞回了老家，双方都不想离开彼此的城市，就选择了和平分手。下一段感情是从一首情歌开始，在一次聚会上，我唱了一首歌，女孩觉得很好听，双方就慢慢的聊在了一起。当时把它当做了人生中的规划。在一起3年，无论对错，永远都是我道歉认错。眼看就要谈婚论嫁了，他却提出分手。与父母介绍的相亲对象在一起了。后知后觉，想起了他在这段感情中第一次向我道歉，只因为自己心态过于乐观而没有察觉。我理想中的女孩呢，是那种小鸟依人，性格嘛内向开朗都无所谓，只要能够喜欢我的活泼就可以了。来4号。其实我觉得男嘉宾呢，我觉得作为朋友特别好。他里面说的一句说他喜欢小鸟依人的那种。大学里大家叫我马哥，所以我的性格可能会比较这个强势一点，对，所以我觉得可能不太合适。18号。他说他跟女朋友在一起一直都是你主动的去认错，就是我自己希望的关系是我错了，对方就给我指出来，因为我在生活中所面对的并不只是我的另一半一个人，我还要在这个社会中去处理更多的人际关系，所以我希望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做的不对的时候你会指出来，让我去成长，也是让我在社会生活中能够过得更好。我特别欣赏你刚才的那番话，
因为另外一种话，我听了大概不下800遍的女生是说，我要找个男朋友，就是不管因为什么事情我们发生了争执，你必须道歉，你必须要先道歉。你看，同样是女孩，她就说，我在这个世界上还要面对其他人，我还有工作，我还有朋友，我还要跟社会方方面面的。如果一个你的男朋友是这样的方式跟你相处，我觉得我要是个女人，我觉得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你觉得我是白痴吗？这可能是一种宠爱，但是不能忽略到我们智力上的对等。所以我很欣赏你的态度。其实我就觉得吧，两人在一起，就是他有错我也会给他指点，但是他不认，那好，我可以道歉，就是互相喜欢嘛，也不必在乎谁对谁错，我是这么想的。你看，你刚才我说吧，压力一大，动作就会变形。他说我今天一定要在这里牵手，所以灯一灭完，把我弄得特别紧张。你觉得是哪里出了问题？可能是，异地吧这块儿。其实呢，我就想跟你分享这个事儿，这确实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事儿。大连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城市，每个人热爱自己家乡也没有毛病。我结婚，我生活，我这一辈子定居在我的家乡，这也都 OK。但是呢，在相亲这个活动当中啊，这一点不宜过度强调和放大。我的感受，大连确实是一个表象，但是背后包括不仅仅只有大连这座城市的坚持，还有你之前对于早起不能跟你说话的这种坚持，其实它背后都是一个指向性，它指向你是一个原则型的男人，你会给自己的生活中划定很多不可突破、不可逾越的边界。就像刚才你刚才说到的，醒了不要跟我说话，那任何情况、任何时候，有时候你醒了清醒的不行也不行，不好意思，确实不行。你是很柔软的在表达你刚性的坚持，所以你是真的是一个外柔内刚的过程。你试着从最简单的开始，先打破一下，或者为特定的对象开启一个打破的渠道。好，再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干脆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啊，可想不到，北斗啊！是故意的吗？飞哥好，在座的2位老师好，在站的24位女嘉宾你们好，还有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叫肖金海，来自湖南岳阳。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希望我的另一半能够理解我的行动力。你是一个行动力特别强的人，就刚下来那一下就感觉到了。对这种行动力强的男生的感受是2号。大家好，我是来自深圳的于鸿飞，今年24岁。我的行动力基本上和男嘉宾一样的，就是想到就马上去做。比如说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好的景点，然后我就会搜再到那里的机票，可能晚上就走了。你也是这样的吗？我的行动力是指做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比如呢？比如有一回我在家里面点了一份外卖，那个外卖送过来了之后，我就在想，哎，这个外卖它是分成了3份儿，一份是给这个外卖员，一份是给平台，还有一份是给商家。我就想知道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分的，然后我自己就去体验了一天外卖员，然后我就非常了解这里头大概是一个怎么分的，满足了你的好奇心。对，完全的满足了我的好奇心。其实上网搜一下也可以获得答案的。6号，
男嘉宾你好，就我也很喜欢体验一些新鲜的职业，一些未知的东西，但是我总觉得我是有3分钟热度，就是可能坚持不下去。那你也会这样吗？不会，我确定了，坚持了就会做很久。那你外卖员不也就只做了1天吗？因为我自己还是有自己的工作，我不能够去长时间的做一个想到的工作嘛。他只想体验那一下，对吧？对。13号，我是做作业类的东西都极度拖延，做家务也很拖延。然后就想问男嘉宾，如果你的女朋友是这样很拖延的话，你怎么看呢？我觉得完全没有关系。你拖延的话，只要是小事儿，不影响原则的情况下，我会全部都帮你做掉。你的第2个问题，我不希望我另一半喝酒没有自控力。你喝酒有没有自控力？我从来不喝酒，也从来不抽烟。你就不是喝酒有没有自控力的问题，是喝和不喝的问题。他可以喝，但是要有自控力。对，我帮你问一下，台上24个女生，平常喜欢喝一点的举手看。你看看，2/3的女生爱喝一点儿，觉得像她说的那样自控力比较差的举手，我看一看。就2个啊，就2个，14号和23号。我想问一下23号到什么程度？就是很喜欢，就是那种微醺的感觉，就是觉得那种呼吸之间有那种酒味，我会觉得特别的幸福。但是只要正常情况下，我都是能保证自己的行为的，我觉得。我想问一下啊，就这里是不是2个指标？一个那种不自控，就是说数量上不自控，我每天都想喝，但是他喝了呢，不会有特别糟糕的结果。还有一种呢，可能就是说，不管他这个频率怎么样，但是喝多了就胡说八道啊，行为上情绪失控啊，就是。我认为的不自控是喝醉，喝到没有意识，喝断片儿那种。对，你可以经常喝，但是你如果喝不醉，你可以一直喝。杨以大。就是我本身属于还是比较能喝，但是我从来没有喝过断片过，因为我觉得我自控力很好。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就是你不喝酒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的职业是拳击教练，我需要一直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其实90%以上的，甚至于我都想不出来哪一种职业是允许你头脑不清醒。来看第1条片子。城市，快节奏，上下班，千篇一律让人困乏的生活。我想回到原始的时代。假如有一天你被迫置身原始森林，是否还能顽强地生存下去？中国有一群人叫绝境生存者，准备丰富的食物和装备来对抗极端的环境。但我的生存方式更加原始。利用一切自然工具来武装自己，创造我所需要的一切。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斧头，走。想象这里是一片荒岛，我会判断方向及南北半球，根据地势的高低来寻找水源。不错，今天有鱼吃了。用可行的方法来生活。要生存下来，我肯定会建3所避难所，出什么事儿都可以及时转移。假如绝境只能点满1项技能，毫无疑问，我会点满拳法。我学习泰拳已有4年的时间，现在的我也是一名健身房的拳击教练。选择拳击是因为徒手是野外生存我最能够信任的体术，为的就是关键时刻一招制敌。但在现代社会中，我无处安放的动手能力，就演变成了另外一种爱好 cosplay。我喜欢自制一些服装和道具，图纸藏脑海，角色存心中，自己完美的复刻了一套钢铁侠2代机甲。希望你也能喜欢我所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去未来探险。
先给我们科普一个名词“绝境生存者”。绝境生存者现在主要分为了2派，第一派呢是比较保守一点的，如果遇到一些灾难，他们的方式就是挖一个地道，然后在里面存储自己的这个物资。还有一派就是我们也叫跑路派，就是时刻有准备的，然后我们会准备一个小包，就是时刻放在身边。首先我要介绍的是一支这个战术笔，这个笔最主要的作用组装成一个美工刀。这个的过程它可以有一些挖洞或者说是刻蚀，但是这个最主要的作用它有一个小灯，如果你是遇到一种紧急情况可以有一个明晃眼的过程，给你制造短暂的时间用来逃跑。前2天刚来了一个广西的哥们儿，你不是弄了个手电筒吗？对啊，对，这个也有一个手电筒。这个手电筒其实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发亮，可以打开一个爆闪的功能。如果在野外完全没有一点光，4到5公里外都可以看见这个光，可以给搜救队更多的时间来找到你，确定你的位置。你里边还有多少东西？还有最后一件，有点007的感觉。这吃的。压缩饼干吗？对，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一块饼干它的保质期大概是多久？好多年，5年，10年。它的保质期是20年。哇！这个吃下去能顶多少天呢？20年。实际上这一块的话，你要是分切吃，3到4个星期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好厉害。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特别关注这方面的问题的？我是从初中，当时看了一部灾难片叫《2012》，然后就去学习了这个方面的知识。我大概前几年每个礼拜天都带小孩去爬山，其中有一个项目是在5米高空嘛，就是放个绳索，然后你就走过去。就是我跟我儿子，他们还让我们闭着眼睛走过去。那你再回到城市中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好像那都不是事儿哎。14号，男嘉宾你好，我对你那个野外求生就是很感兴趣，你有没有想过把这个难度再升级一下，就不带火？我玩的就是徒手去，基本上只带一把小刀，就什么都不带。那你有吃过生的东西吗？有，就是一些富含高蛋白的虫子吧。那就是刺身。你不带火，带不带芥末呀？12号。你好，男嘉宾。我想了解一下，如果去野外的话，必备的几样东西，你有什么推荐的吗？其实我想给大家做一个提问先，就是如果你现在置身野外，你有4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先去了解自己的这个地理位置，判断方向。第2个选择是寻找水源跟一个食物。第3个选择是就是原地制作一个工具。第4个选择就是待在原地这个等待救援。你会选择哪一样？我会选择第2样，就是先寻找食水物源和食物。对。那可能就是比较危险了。正确答案是？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先确定自己的方位跟地理位置。因为我国的这个山势走向基本上是西高东低，我们确定这个方向之后，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自己一个位置。判断方位，有太阳就看看太阳呗。如果是在夜晚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树。如果树基本上是正朝南方的那个树叶比较整洁的话，就确定这一边会是南方。杨颖呢？你好，男嘉宾，我看见V42里有说，就是自己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动手能力很强，做了一个什么的盔甲什么？钢铁侠。这就是做的钢铁侠的一个手臂的一个建模，它有一个展灯，然后还可以发射一枚小导弹，也可以作为充电宝使用。我觉得他的这个爱好和前面那个是一套的。
对，是吧？玩的很嗨啊！哎，玩的很开心。下次带这身机甲去绝境求生哦，是太酷了。好，看下一家。有人说爱情像狩猎，这纯粹是胡扯。爱情要真像捕猎这么简单，就好喽。18岁上大学的第1年，我开始了第一段恋爱。虽然是聚少离多的异地恋，但是我还是能在字里行间里充分吸取爱情的养分。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发信息来说我们分手了，我毫无防备，虽然很伤心，但是还是接受了。在那之后，我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自我说服。你说2个人异地恋，人家女生需要关心，你又不在身边，人家每天都是为了工作的事情而烦恼，而你却还是一个小孩的心思，心理不成熟也就算了，你还没有去看他。要是我呀，我也分手，难道你不会分手吗？对吧？越说越合理。越说越合理。第2段恋爱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分手的原因是什么。他是我的网游搭档，但是我到大2才知道他原来是个女生，起初都不怎么爱和他玩，因为他太菜了。之后甚至在游戏里消失了1年。可1年后，我们又网恋慢慢升温，我俩竟然网友奔现了。游戏里是情侣，现实也能坐在一起，自己都觉得自己特别幸福。但又是在这种时刻，趁我出差的那几天，他又突然消失不见了。给我留下一条短信说分手，然后微信、电话、支付宝全部都拉黑了我，连游戏都连夜转了区，一切就像预谋好的那样。当时北京零下17度，都没有寒冷我的心。他一个消息让我的心都凉了。所以我希望以后恋爱的女生有责任、有担当。如果分手的话，最起码要说清楚吧。如果你也喜欢户外，喜欢2次元，那我们一定会是最逍遥自在的神仙眷侣。玉洁，刚看了您的这个短片，说您都不知道2段感情的分手原因是什么，你有没有去探索一下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觉得就不要打扰人家的比较好，而且去探索的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拦也拦不住啊。杨以娜，你好，男嘉宾，我比较好奇，就是您的第2段那个感情经历，就是网恋奔现，你有没有问他，就是为什么2个人在打游戏的时候，他就突然间消失了1年呢？当时没有问过，因为那会儿只是游戏嘛，我不太 care 他。这个游戏里面，就是突然走的好友也会有很多。就是你们奔现的方式是你去到他的城市了吗？还是你们？对，我去找他了啊，因为之前已经在游戏里面已经逐渐升温了嘛，约好了时间。我一开始还远远的看着他，然后看着他我又不敢上去，然后后来鼓起勇气上去之后，就互相觉得对方很不错，然后就在一起了。那后来分手的原因是？因为之前他可能会觉得我在生活当中比较强势，有时候我又会显得比较幼稚，做一些很蠢的事情，让他觉得我没有太多的依靠的感觉吧。11号，男嘉宾，我看到你就是视频里，包括你跟你的前女友分手，就他们好像让你觉得都很突然。就是分手的时候之前，你没有感受到任何预兆吗？我觉得我完全清楚，只是开始骗自己，就是哎呀不是这样的啦，他肯定是只是这一会儿心情低落啦，就开始一直欺骗自己，然后后面发现是这个情况之后，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说那好吧。最后一个问题，1号，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不是在网上聊了之后奔现吗？我想问你们在一起的时间是多长？1年多。那你是不是不喜欢又强势又比较笨的女孩子啊？不是，我觉得她稍微笨一点没关系，因为我自己知道很多东西，但是我希望我能够照顾到她的心情。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
对我比较直接，我想问你的心动女孩是谁？他其实刚才那个问题问了半天，他就是想问你喜欢的那是不是我这一个类型的？蛮可爱的，我还蛮喜欢这个类型的。啊，要留灯吗？他挺好的呀，挺好的呀。我想说1、2、3、4就喜欢你，然后说5、6、7、8就爱上你，想靠在你。看他的直推女生是谁？萧景海的直推女生是这个类型差得很远。直推女生是施远冰。男生性格温暖、热情，爱运动、有活力，喜欢释放青春，有原则和底线。感情当中能够跟随对方的决定，也需要一些独处的空间。女生温柔谦逊，生活精致有品味，情感当中有敏锐的洞察力，心思细腻，关注细节，懂得为对方付出，也愿意坚守自己的感情。两个人在一起棋逢对手，是磨合之后超有默契的一对爱侣。最后一个问题问2个女生，用一个动漫人物形容自己。施远冰我没怎么看过动画。 1号，海绵宝宝。你好，我是派大星。海绵宝宝，我不能让你被人欺负。一样。如果你选择14号，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你也可以牵手1号离开，也可以自己走。你的决定是？海绵宝宝，恭喜你！他们俩太快了，我还绝地生存。行动力。然后说5、6、7、8就爱上你。我比较喜欢先喜欢我的人。蛮可爱的，我还蛮喜欢这个类型的。用一个动漫人物形容自己。海绵宝宝。你好，我是派大星。你好，海绵宝宝。你是最好最好的朋友，派大星。想靠在你怀里，想融化你的心，无人机，我愿意陪你到天明。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各位好，2位老师及24位现场女嘉宾及台下观众，大家晚上好。我叫邱海鹏，来自江苏南京，今年26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我以后的另一半可以教我一些护肤的小知识。你皮肤怎么了？不好？因为我之前没有用过一些护肤品吧，但是后来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觉得自己的皮肤越来越差，所以觉得还是要对皮肤有一些护肤吧。哦，2号。我觉得男嘉宾应该是想蹭化妆品吧。如果你真心想学习护肤的话，现在自媒体这么发达，对吧？你可以自己去学，是不是？对对对，我可以蹭他的用，这样我们一起变美，不是更好吗？11号。我之前男朋友也想蹭我化妆品，我都会把我用完的面膜还没干给他贴一下。扔了也有点可惜。对呀。这样可以循环利用，不是更好吗？节约。护肤对于我来说有一种体验是感到很绝望的，像我从来也没有这个需求，
偶尔极其少见的，偶尔有时候觉得冬天的时候，好像洗完澡皮肤是有点干，我就有时候闲得无聊，我会跟我女儿说，你有没有那个特别不想用的面膜，给我一张，她就撕了一张给我，我啪往脸上一贴，贴完了之后，我对着镜子看了一下自己，我才知道什么叫脸大。他贴上去正好一张脸，裹得严严实实一张脸，到我这儿就好像成了只有中间这么一小孙悟空的孙悟空，哎，就是孙悟空那么一块在我脸上。第二个问题，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第二个问题，我希望以后另一半出去旅游，不要去那些很热门景点的人很多的城市去旅游。13号，男嘉宾你好，我也是很不喜欢去人特别多的地方。那我想问你一下，你是有去过什么人不是很多也很好玩的地方？对，我有去过像安徽的金德跟安徽的歙县，它是这种很冷门的地方。像金德，它就是以安徽一个曼城为主题的一个城市建造的，它这个城市建造是一个蜗牛为主的一个城市。来1号。男嘉宾你好，我是想问一下，就是你是怎么找到这些地方的？工作的原因吧，可能经常需要出差，然后有些就比较冷门的地方，可能我会经常去。我一般旅游不会经常像从网上搜一些攻略，我基本上都是到了一个地方，我自己用我自己徒步，自己去走这些场景。就是你到了一个地方，你自己去探索，对的，无自己去论是哪里。探索，对。杨以娜，你好，男嘉宾，我就是跟您这个比较相反，我一般就会去网红的打卡地，一般到各个城市哪个火的景点我都会去，然后就是从外面吃饭也是，就是人越多我也要去排队。那比如说吃饭排队这个方面，您也是就很不愿意吗？如果它真的好吃，我是愿意去的。你不得排队尝一尝才知道它好不好吃吗？它如果真的好吃，它网上肯定会有评论说这家餐厅真的好吃，那我肯定也会愿意去打一个卡的。3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也挺喜欢去自驾游，然后我很享受这种在旅途上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挺合的。看第一条片子。一杯美式咖啡是不是我的人生呢？我想是的。第一次接触美式，我觉得实在是太苦了，但是后来对比了加奶的咖啡，反而觉得美式更加纯正。之前探了很多咖啡店，会和老板聊一聊用什么样的豆子呀，产地不一样，烘焙方法不一样，味道就会有很大的区别。现在我每天都会花一点时间去冲一杯手冲，喝一杯咖啡，这样对我来说才是完整的一天。一杯美式是我年少的羞涩和梦想。虽然没有经过专业的学习，但从小我就特别喜欢唱歌，家里就是我的练歌房。小时候人家都称我为中华小曲库。有一天呢，楼下的咖啡店里放了一个音响，我就经常等着店里快打烊的时候去唱歌，还和店的老板成了好朋友。一杯美式是爱情电影的苦涩和悲情，那些电影里的曲折爱情和悲情结局，也和咖啡的味道是一样的。别人都喜欢甜蜜的结局，而我更喜欢曲折的悲情结局。后来的我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又反复看了很多遍，每次看代入感都不一样，喜欢里面一波三折爱情的故事或者悲情的结局。当然我希望电影里面不好的结局将来都不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眼前这杯美式叫做肖海鹏，现在是一个合格的市场营销经理。如果女朋友在奶茶和咖啡之间纠结，我一定会帮她点一杯咖啡，因为点一杯奶茶实在是太复杂了。咖啡我想还是要交给懂它的人。12号。你好，男嘉宾啊，看你这 VCR 说的仪式感我也有，像我一天到家的时候，我就是晚上一定要敷一张面膜泡脚，这就是我的一天结束之后的仪式感。对，你的仪式感是敷一张面膜泡一张，我的仪式感可能会回去就是泡一杯咖啡，然后听听歌，享受一下人生嘛。他们俩的仪式感可以同时进行的哈。他敷面膜泡脚，他听着音乐喝咖啡。
然后把我敷完的面膜给你用。给我用。我想问一个问题：你们如果约会看电影，你们更倾向于看一场浪漫爱情电影呢，还是有点恐怖刺激的？你们觉得哪一种会增加这种爱情体验感？23号。就是我自己个人是胆子特别小的，要是我以后有男朋友的话，我肯定会选择跟他一起去看恐怖片，因为我觉得是我一个人做不了的事情，我要让你陪我一起做。13号。我觉得是爱情片，这样可以聊一聊关于彼此的爱情观呀这些。确实是没谈过恋爱的人说。其实这个话呢，有一些从事心理学研究的人倒是建议，虽然看上去好像看浪漫的爱情片，从场景上更像两个谈恋爱的人干的事情，其实从两个人的体验感来说，更适合恋爱当中的是那种带来你的生理强烈变化的那种恐怖片，更会加速两个人的感情。6号。男嘉宾你好，我也非常喜欢看一些悲情的爱情故事，我觉得很感动，就是那种其中的爱情会让我非常的沉沦。那么我经常会看哭，那你会看这种电影看哭吗？其实我个人很喜欢看这种一波三折的爱情故事，可能到了最后，爱情并不是完美的，但是可能预示着，如果我以后现实生活中我遇到了类似于这种的爱情结局，我可能会有很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去面对这种事情。就是有个心理预期。对，有个心理预期。9号。你好，男嘉宾，你说你喜欢唱歌，可以现场来一首吗？那我随便唱个片段吧。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再唱2句吧。你们点想听什么，让他多唱一会儿。简单爱。来，简单爱。能开个头吗？我是说你唱，我不会唱。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我内心的燃烧，哒哒哒哒哒哒哒，见过着什么？你说你想要的深的，朝你设定困惑，那能啥的那能啥的哪一个？其实是2首歌，但是毫无违和感。再点一个，19号。我想听《慢慢喜欢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接近，慢慢的靠近，慢慢的……不好意思，我这个中华小曲库的名号可能保不住了，下次我再也不出来吹大号了。好，看下一条。第一段感情谈了5年，我们是同学，恋爱刚开始我们异地了。我每个月都会坐火车去找他，12个小时的车程里，我都会把那天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7夕的时候，我送了一套婚纱给他；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给他戴上了戒指。那时候我们互相见了父母，准备毕了业就结婚。但后来我去北京有了很多唱歌的机会，会比较忙。我觉得自己应该把重心放在事业上，和他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吵架也越来越频繁，我就提了分手。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第2段感情是在合肥上班的时候，经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她。第一次见她，打破了我的理想型。她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孩子，我想着是的可以接触一下。回了家后，女生就发微信给我表白，我当时答应了。当时我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同学，偶尔我们寝室会在一起聚一聚，有时候就会在外面留宿，但他每一次都不让我参加，我叫他一起他也不愿意。我们因为这个事情吵了很多次，他提出了分手。他很生气，一个人去酒吧喝多了。我当时见到他感觉很心疼，就和好了。为了不吵架，我之后就很少出去聚会了。他没有工作，我每个月都会把工资给他，但是无奈开销太大，还是借了几万块钱的外债。他和我妈说，
想结婚就要把之前的外债让我妈还清，我妈很不高兴，就彻底分手了。分手之后，她把我所有的工资、房里的所有东西都拿走了。其实别人眼中我就是一个没烦恼、很快乐的人，自己有什么烦恼都会消化掉。所以我现在只想找一个不要太强势的女生一起过日子。哇，你爆灯的原因是？就是我看了男嘉宾的 VCR， 我觉得就是我曾经也就是为了一个男生放弃过就是所有的社交，我觉得他对另一半的爱是我那种我想要的。你前男友有没有把你们家的东西全部搬走？差不多吧。回到家里边，家徒四壁都搬走了。我就是家徒四壁了那时候。那不是你们俩一样吗？到了什么程度？还有什么？就是具体一点描述吧。因为我们家以前开超市，就是当时可能我妈妈给我准备了一口镇店之宝，就以后准备留结婚给我们用的一口锅。当时我带过来了，都被他带走了。我回去我只能睡在木板上，连被子什么床被都没了。6号。那我来安慰一下男嘉宾，我觉得，他把你的东西都拿走，这样他看到那些东西，他就会想起你啊。你看他烧个饭，可能都会想起你。哎呀，这是我前男友给我的锅。周灵儿。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就是你说那个，前女友的控制欲特别强，是吗？就是强到什么地步呢？我之前有一个初中一直玩到现在的同学，后来他经常会从上海过来找我一起聚餐，但是当时我的女朋友的意思是说，你不许去，就是无论如何就不许我一个人去。后来我也跟他协商过，说能不能把你一起带过去，我们一起过去，我们一起吃饭之类的，他也不愿意，所以他就各个方面就遏制我。我想问一下，你从跟这个女生在一起到多长时间就开始你要把工资全交给她？隔了大概2、3个月吧。他提的？他提了，然后他如果提了我不愿意，我也不会交呀。你也愿意？对，我也愿意。对，然后我就上交了，然后每次我都上交。他也没有工作，等于都说靠我一个人来养活他嘛。所以都是他不断的在提类似的要求，但是其实你也在不断的应允。我基本上没有拒绝过吧。而且从看着他也没有抗拒，他觉得很合理。是的，你们家最慧眼如炬的是你妈妈，她给你准备的这个礼物大有深意。你要找这个女朋友是吗？那这是你的锅。哎，锅都给你准备好了，这确实是你的锅。这个，因为他从一开始他就不认为这个要求有哪里不对。我跟你说，人的要求他都是一步一步的。当这个要求被满足的时候，我就有下一步要求。你能接受这个，我就再往前要求一步。底线都是一个试探的过程。1号。男嘉宾你好，就是你经历过这么一段悲惨的经历啊，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心理阴影啊，或者说你下一段就是会不会择偶观有什么改变吗？不会，我已经彻底忘了。因为有过前车之鉴，我可能会想方设法掰正他一些思想观的问题吧。掰正思想。比如说他从什么时候开始让你把工资全交给他，你觉得比较合适？这个其实我还是比较恋爱脑的一个人吧。就是如果我很坚定，就是说我喜欢你，那我可以为你付出我的所有。所以你那个词用的不准。你刚才说那悲惨是你的认为，他没有这么他不觉得悲惨。他不觉得。Oh no！ 他说他是恋爱脑，他下次也会交工资。痛并快乐着。哎，最后一个问题，14号。男嘉宾你好，你是希望下一段感情里面就是自己的生活空间跟那个社交空间会更多一点吗？毕竟谈恋爱2个人都要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空间，不是说我和你谈恋爱你就不让我和我自己的朋友接触。那我们的恋爱观蛮像的，我是希望找一个这样子的人。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但是不要对方管太多，要求太多。我觉得安全感永远是来于自己。对对对对对。那你如果下一次谈恋爱，你还会把你的工资上交吗？我已经帮你问过了，会的会的，他说了他是恋爱脑，会的，你只要开口，他一定交，你放心。好的。你尽管开口。哎，你尽管开口。太可爱了。现在留灯的是2号、3号、6号、14号，来上去灭掉2盏灯回来。有请3号、14号。看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12号。来看一下直推是。看一下小海鹏的直推女生是。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看一下小海鹏的直推女生是15号杨以娜。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男生阳光英俊，温暖大方，做事有条不紊，感情中善于表达自我，喜欢与伴侣交流互动，喜欢恋人对生活和未来有些许要求。而女生呢，性格温和直率，活力满满，自信大方，生活行动派，感情中懂事体贴，会让步。女生欣赏男士的事业心和目标感，男士也喜欢和女生一起交流，一起运动，一起有节奏的生活，是踏踏实实走很远的一对。来看4个女生的基本资料：施远兵1，宝贝成长记2，我的两面性3，小倔强2。看上去比较花心爱玩，但实际上自己交际很简单，对待感情也非常认真。吴俊贤，希望你这么做，我的一天最爱的休闲1。自己嘴巴比较笨，不会骂人，也不会嚷嚷，吵架永远吵不赢，有争执的时候，希望你能让着自己，彼此先冷静一下，然后坐下来好好沟通解决。杨以大，我的日常，近期规划，我的恋爱观3。互相尊重，彼此信任，注重仪式感，希望每个节日都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3号，浪漫至上，想和你做的事，解锁厨艺3。自己不会做饭，但很喜欢吃家里的饭菜。未来想和另一半一起学习厨艺，两个人共同完成美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就是如果把你们自己比喻作影视里面的3个角色，我下面举3个例子。第一个是紫霞仙子，还有赵敏跟小龙女，你们会把自己比作一个什么角色？施远兵。紫霞仙子吧。我也是紫霞仙子。赵敏。他是个狠人。3号。赵敏。好，2个赵敏，2个仙子。爆灯的3号还有一点时间。就是我觉得男嘉宾跟我挺像的，然后，就是我也挺心疼你的。
我知道那个控制欲强是因为患得患失，所以我不想给你这种感觉，所以我希望你可以考虑我一下。我预知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再多都未来，我听着风来自。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择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想清楚你的决定是。我可以唱首歌吗？可以。这是我自己写的一首歌。天空灰蒙蒙，街上人唏嘘，这城市没人等你。街上下起雨，落叶要归根，远方总有我等你。你是对的人，不得不承认，无可取代的认真。我是对的人，最简单的眼神，也勾着我心里的魂。I know that love is true love. I know that love is true love. 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不清不楚。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明亮了双目，超能与我相爱的人。